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做红龟糕吗？是的，有个朋友问舅舅，能不能做一些比较与众不同的龟糕？这好难。所以舅舅想了几天，才决定推出这黑糯米龟糕。舅舅有创意，超棒的。谢谢。首先来准备内馅，锅内倒入150毫升清水，2片斑斓叶，40克褐糖，这可以用白糖替代，130克椰糖，击碎后才加入，这样才容易溶解。是的，接着大火煮开。这要煮多久呢？约2至3分钟，煎中要稍微拌一拌，避免糊底。哇，很香哦。椰糖加上斑斓叶，叫人很难抗拒。溶解后的椰糖转文火，让斑斓叶香味慢慢溢出。400克白椰丝，先清理干净后炒香。这白椰丝上哪买呢？一般菜市场或杂货店有出售。因为椰丝容易变质，所以大都是现刨现售。因为刨法有别，所以记得强调要白椰丝。怎么做呢？如果是挤椰奶用，店家会将椰肉外层一起搅入，最终椰丝就不会那么洁白。原来如此。文火慢煮的椰糖浆，要记得稍微拌一拌。继续将白椰丝炒香，在白椰丝炒至8到10分钟后，将椰糖浆取出，过筛加入白椰丝内。接着将糖浆与椰丝拌炒匀。舅舅，为什么选用椰丝做内馅呢？因为舅舅觉得椰丝与黑糯米搭配非常贴合，完全不会突兀，那味道就像黑糯米粥配上椰奶一样，还真有几分像。接着加入半小匙盐，这盐可以中和糖的甜度，成品才会甜而不腻。继续将盐拌炒匀。这要炒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炒至个人喜欢的干湿度为止。这椰丝内馅离火时的状态，也就是大家最后吃到口里，口感上是一样的。我明白了，想吃干的就炒久一点，喜欢吃的就早点熄火。Bingo， 完全正确，纯粹个人喜欢。这时候还可以试个甜度，如果感觉不够甜，还可另加一点糖。怎样 ？OK 吗？很完美，甜度适中。起锅前加入1小匙玉米淀粉拌炒匀。这有什么作用呢？这做法可以让这椰丝内馅更容易成团，尤其是对厨房新手特别容易掌握，不会手忙脚乱。哦，真贴心。这是必须的，舅舅真心希望跟着舅舅的食谱操作的朋友都能码到成功。会的，舅舅步骤很清楚，如果没有跳着看，一般都看得明白。但愿如此。想学着做的夫妇阿姨们，任何不明白请留言哦。在等待内馅降温时，我们来开始制作糕皮了。首先将150克马铃薯切片，大火蒸20分钟。接着取出预先备好的200克黑糯米。来了，重头戏来了。这黑糯米必须事先清洗干净，再晒干，接着用搅拌机搅成粉状。如果没这搅拌机怎么办呢？那可以买现成的黑糯米粉。效果一样吗？没有问题，效果一样的。接着将磨成粉状的黑糯米过筛。再加入200克糯米粉拌匀，
取出250毫升清水，这也是此食谱的用水量。倒入少量的水，用手捏出一小块约50克重面团。水开，将小面团放入。舅舅，这用意何在呢？将这小面团煮至熟透浮起，捞起，从加回粉中，再次揉入面团，这样制作出来糕皮较有延展性，不容易皲裂，很好操作。明白了。时间到，将蒸熟的马铃薯取出。趁热捣成泥状。为什么选用马铃薯呢？很好的问题，因为今天舅舅要的是颜色上的效果，选用马铃薯不会影响成品的颜色。接着将捣烂后的马铃薯倒入粉料中，水少量，分次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，慢慢将粉拌成面絮状。奶奶说，红龟沟加了马铃薯，隔夜不会变硬，是吗？是的，如果改用番薯，一样可以取得隔夜不变硬的效果。每个牌子粉的吸水量不同，因此整体用水量还需自行调整。谢谢舅舅温馨提醒，一点一点加入就不会翻车。是的。接着用手将面絮和匀，最后在面团内加入5大匙食用油，约70毫升。再将油揉入面团中，最终我们会获得一块表面光滑柔顺，而且软硬适中的面团。将面团分成小剂，每剂28克左右，搓圆待用。完成后的小面剂，盖上湿巾保湿。接着将降温后的椰丝取出，一样分成小剂，每小剂16至18克，再将椰丝塑成小球状。嘟嘟，你看这椰丝加了玉米淀粉，有点粘性，特别好塑形。真的轻松很多。香蕉叶剪成圆形，清洗后抹干，再涂油防粘。取出一小面团，稍微揉一揉，就能增加面团的延展性，这样糕皮会比较好操作。用拇指将面团捏成个小窝状，再放入一小球椰丝内馅，接着用虎口捏合。必须捏至密实，蒸熟后才不会露馅。在糕皮表面抹上层油防粘，再用手将糕捏实，这有助糕皮内部排气。将搓圆后的糕皮按入模具中，再用拇指腕将糕皮按至紧实，接着将模具左右轻敲，将糕皮敲出，再垫上蕉叶即完成。好漂亮哦！很好看。同样的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。此食谱完成后共28个。
将完成的生坯置入蒸屉内。水开中火蒸8分钟。煎中开盖散热一次，抹干盖内水蒸气，接着继续蒸熟。哇，舅舅，这也太好看了啦！成品降温后，将蕉叶修齐。因为制作过程中表面抹了油，蒸熟后就不需再涂油了。这样很好，不会油腻腻的。是的，而且模具没沾上干粉，成品花纹可以保持清晰，超美的。嘟嘟，请自便。我早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剪开一个让大家看看，你觉得好吃吗？这还需要我说吗？皮那么薄，馅那么多，又香又软又甜，好吃到不行。黑糯米加上椰丝很香，这甜度刚好，想跟着做朋友们，不建议减糖。这糕皮带点深紫色，很吸睛，加上表皮清晰的纹路，真的太诱人了。舅舅把龟糕做成艺术品了。你很夸张。您开心偷笑我。你。大家再见，拜拜喽。